31岁，来自湖北，做医疗器械。女主人公小吴26岁，同样来自湖北，是一名网点的老板。来，有请两位。他们的手里还是拿着那只装着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愿意。愿意。谈恋爱多久了？3年。现在谁要分手啊？他要分手。你不想放手是吧？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3年之间彼此都付出了很多。比如说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只要他有什么事情，我随叫随到。比如说他工作累了，他要我去接他，我马上就打个的士就飞奔到他那儿去。晚上1、2点钟，他心情不开心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听他倾诉2、3个小时。按他这个说法，你不应该离开他呀，为什么要分开呢？他之前说的一直是对的，他给我送饭，然后过来接我，这点对我很好。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他变了，他爱上了玩游戏，他每天在游戏里跟别人管老婆，然后老公叫得很亲密，这点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对。在游戏里怎么了？他玩游戏，然后他私底下加别人微信，半夜3更的跟别人你来我往，卿卿我我。我说过他了，他不听。他说的有点夸张了，主持人不是这样的，我得解释一下。其实我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打点网络游戏。那些网友，当然大家一起组队打游戏以后，肯定比较熟悉了，以后我们就随便用一点昵称啊，老公啊，老婆啊。其实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也不在一个城市，面都没见过，说白了就嘴上痛快而已。那你有几个老婆呀？我只有他，我的心里不是你那队里有几个老婆呀？就那么一个。有几个女生管你叫老公啊？怎么可能很多也是一个？哦，那看来关系不一般嘛，难免人家想入非非，是不是？后来我们也没叫啊，后来就加微信了。我跟他说，我说你们不要聊了，半夜3更还留游戏啊？他说12点钟等装备。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跟联系，也不要玩游戏了，玩物丧志。结果我后来发现怎么了？他把名字给改了，换汤不换药，接着还是聊。姑娘受不了了，那游戏能不玩吗？游戏我可以尽量少玩，但是不能不玩是吧？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了，如果说要不然的话，除了工作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些爱好老在外面找老婆，这是个爱好就不太好了吧？后来也没这么称呼了，所以我就换了个名字。后来叫什么呀？有的时候开玩笑叫雪甜甜什么的。这受不了是吧？主持人，我有话要说啊，你还有话说，你说。她也有男闺蜜，如果她要这样说，我也觉得心里有疙瘩呀。哦，她有男闺蜜。对啊。哎，那你说说呗。有一次我就去接她，结果她那个店里就有一个她所说是她的朋友。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们俩在一起看照片，很近，就像脸贴着脸一样。等那个人走了以后，我就跟她说：“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她说：“就是男闺蜜。”然后我就说：“那真的像人家网上说的那样啊？你这男闺蜜蓝颜知己，拦着我这儿可能就绿了。”这个事情我就特别受不了啊，因为你想那个距离，脸都快贴成脸了，我觉得这不像是闺蜜。其实这里我有话说。我觉得跟男闺蜜2个人在一起看看照片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总比他在底下暗度陈仓了好吧？可是我跟人家面都没见过，哪有什么暗度陈仓啊？2个人就互相咬吃这点事儿是吧？还有，不光她有男闺蜜，她的女闺蜜我也特别怕。她们没事儿就是晚上一起，今天去喝茶，明天去 K 歌，一玩就玩到11、2点钟，总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问题。今天说什么衣服好看，明天说哪个高级的那个包包佩戴在身上应该怎么样啊？那女人在一起不就聊这个吗？你指望他们聊什么有营养的呢？她开网店，她做生意，起码可以想想她的这个网店怎么经营得更好啊。应该买一些什么样的货好销啊？不是下班了吗？她跟他们在一起以后，她整个人变奢侈了。比如说，她买的一个包包几千块钱，她1个月也就挣几千块钱，用个1、2个月，不愿意就放到那儿了。然后后来就最近吧，她觉得又想买一个更好的，她就找我借了1万块钱，什么包啊，又要1万块钱，那我当然觉得有点受不了啊。主持人，这个事情我特别委屈。那一次为什么我要找他借1万块钱？是因为我进货后来有问题，亏了，我没敢跟大家说，我找他借了1万块钱，我去补货了。你自己说说，我的鞋子、包包、衣服，我什么时候找你用过1分钱？他刚才说他没花过1分钱，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整个交往的3年过程中，只要是出去玩啊、看电影啊、吃饭呢，还要出去旅游啊，还不是我出钱。再说了，他每回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礼物啊，什么金项链啊、戒指啊、耳饰啊，还不是我出钱，我也没让他掏1分钱啊。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呢？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那样说，好像我就完全是一个特别抠门的男人，我是吗？这不抠门吗？你说哪个谈朋友不给女朋友买点东西的？他每天像复读机一样在我面前叨叨叨叨叨。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算了，我受不了了，我把1万块钱还给你，我们分手。他分手可以啊，总共加起来你还我10万，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当时是生气说的气话，因为
他只要情绪一激动一点，就是跟我说分手分手分手，时间长了我就越来越急躁，我肯定当时也就话赶话就说，我借给你1万，你还我10万。你这会儿怎么不话赶话的说了呢？你这话赶话管得很好啊。我说的是个气话。对，他是说的气话。然后我说不管是不是气话，我今天想跟你分手了。我说我要走，他扯我一拉一推，然后我的手全部都磕到地上了，全部都流血了，他管都不管我。然后最后你知道吗？最后他把我反锁在家里。这个事儿严重了。当时他又说跟我分手，不理我了，拿着手机就往外冲。我只是拽他拽不住，然后我就用力一拽，拽得过猛了，他就滑在地上把手磕破了。结果他就为这事儿，他还到处跟他的那些女闺蜜打电话，说我打他，好像我是一个暴力狂似的。啊，那你为什么把人锁家里呢？当时我们俩吵得已经晚上凌晨1点半了。啊，你说她一个大姑娘，然后她也不跟我说往哪儿走，她就往外冲。我当然怕她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把她锁起来。其实也没锁多久，就过了几个小时，我就把门开了。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答主持人。你说锁我多久是吧？我在他家里发现一部旧的手机，然后我充好电给我好朋友打电话，然后我好朋友过来救我，苦口婆心的跟他说要他开门，他不开门，锁了简直是从晚上一直到下午才开门。哦，从第1天晚上一直锁到第2天下午。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铁了心要跟他分手了。是时间有点长，但是我也没去哪儿啊。他在里面，我就在外面站着呀。而且实际上我特别痛恨他没事就跟他的女闺蜜打电话，然后他的女闺蜜就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言我一语。本来我们俩很简单的事情就被搅得稀里哗啦的。那个事儿后来怎么解决了？后来我好朋友把我救出去之后，最后门是我开的，怎么能用救呢？这能不叫救吗？我觉得用救这个词儿是对的。你接着往下说，救了之后呢？救了之后，我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他们说我出去散散心，让我去厦门。他硬是不停地追电话，不停地问我好朋友，结果活生生的从火车站把我给拽回来了。你没报警吗？没，他我觉得是他理亏，他心虚。他干什么事儿了？他心虚啊？你想，他要出去旅游，又不跟我说，男男女女去厦门，大家都知道厦门著名景点鼓浪屿，那么浪漫的地方，他容易跟那些其他的男男女女擦出火花，跟那些男生。狭隘，所以你把他弄回来，你认为心虚是吧？啊。我说你就算把我拉回来，我心也不在你身边了，太大男子主义，太自以为是了。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说之前那个钱我也还给你，对吧？然后他说一句，这样分手可以，我把我们的私密照发到网上去，让所有朋友都知道，看你怎么分手。还有私密照啊？不是，我所指的也不是什么私密照，我所指的私密照只是说，比如说2个人拥抱一下、接吻一下，或者特别亲密的，这样我发的，然后其他的男生心里就会有点疙瘩，也没什么特殊的私密照。你怎么能想出这事儿的呢？啊，不是，我只是这么样一说。其实我本人是一个隐私感很强的人，比如说人前我想拥抱他一下，我都会觉得很不自然。你就是说说就而已了吗？确实也没有做啊，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2个单独。他就是说了一下是吧？他这叫威胁。最后我说，通过那么多事情，我是实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说不管你说把私密照放到网上，反正不关那样，我也无所谓。你别用私密照好不好？好。结果我说这个时候我分定了，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说什么事情你都管着我，比如说星期1、星期3干什么，一定要干什么，几点钟到一定要几点到。他把他的人生观放在我的人生观上面，一定要强加给我。我说我们俩还是分手算了。结果他说一句什么？分手我就找你家人，每天闹你家庭不灵。找了吗？就快找了。所以我现在上这个节目就想要大家给我一个说法，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出来，他一定做得到，不然他不会把我反锁在家里，还拿着我手机。他刚才说了，我还没找啊。再说我每次见你爸爸妈妈，哪次不是彬彬有礼吗？如果我再跟你谈下去，你是不是就要找到我家里去了？我找他们也是找他们好好谈一下，挽回我们呢。我能对他们怎么样呢？我对长辈是很尊重的。你在心里还有他吗？有。你在心里还有他吗？一点点以前的感情吧。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4位老师，你们出场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心里肯定困惑一个问题：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要分手？你基本上没有理解2个人在一起这是双方感受的问题。真正的爱，发自肺腑的爱是不会计回报的。看不出哪个非常深爱对方的男孩心里会算计得这么清楚。我为你干了什么？如果要分开，你一定要是10万。这完全是一个交易，这不是爱啊！爱一个人，并不是说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爱对方，而是让对方能够接受并且感到舒服。也就是说，爱对方不是你的感受，而是他的反馈最重要。还有，
一旦不爱了，双方都是有权利可以离开的。囚禁还有威胁，这些手段你觉得有用吗？所有貌似你抓住了对方的把柄来要挟对方的事情，那能是爱吗？那是一种胁迫。你能把他去和朋友准备去旅游，从火车站就给拉回来，这是多么的自私！你根本就没有为他着想，那只是你假想的，在那个旅游的地方可能会发生什么什么，但是你根本就没有顾及他的感觉，你还觉得这是爱。如果真是这个女孩要离开你，请你一定不要再用极端的手段去阻止，尊重她的，或者说尊重你们曾经有的那份爱，别让大家鱼死网破，弄得非常难看。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就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讨论，就是无论这个关系有多虐你，多让你痛苦，但是如果你肯一层一层一层向下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你自己需要的部分，然后你一手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小细节倒是很好的去解释了你痛恨别人的有可能是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比如这个女生说这个男生老公老婆啊什么这些界限是非常不清楚的，其实这个问题同样的出现在这个女生的身上，和异性的交往这个过程中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一个小例子，我想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应该还会有很多，这个结果可能是你不想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但是它一定是你内心深处很需要这样一个状态，你一手创造了现在的这个局面。我觉得去指责另外一个人，在这儿去判断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来反思一下，我是怎么样把这个关系一步一步带到了现在的这个境地。女生的闺蜜不一定只是说了男生的坏话，肯定也说过好话，对吧？一半一半吧。请告诉我，你的闺蜜在你身边说了哪些男生的好话？说他很上进，很有内涵。然后有时候他就是一定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我总是不听他。其实他也是为我好啊，要我想想。哎，所以说你的闺蜜其实在你面前并没有一昧的说这个男生不行，而且你闺蜜给你的这些所有的判断，对于你对这个男生的判断来说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看了半天下来，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完全凭感觉行事的人，你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理性判断。比如说，我们说小人的逻辑是破格获取，因为他不敢跟同样正常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去追求一个女生，所以他所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小人之举的不择手段。比如说孤立你，比如说要到你父母家去闹，比如说逼你还债，比如说要发你们的私密照，这全都是小人之举，见不得光的手段。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有一点小自卑的。我相信你在他面前可能很少夸过他，但是陶老师说那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比如说从火车站把你给摘回来，如果说这件事让你甚为愤怒的话，你甚至会在当地吵、当地闹，甚至拔腿就跑，把你闺蜜叫过来把你掳走。但你没有，你老老实实的回来了。我是怕闹开了不好意思。不，如果人真的愤怒到了一定的极点，觉得辱没了我的尊严的话，是不会怕所谓的影响，因为是你在受伤害，不是你在造成伤害。你为什么怕？其实你自己内心的潜意识当中，你蛮享受这个。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男人，最大的魅力之处就是可以让女人在最后一刻安慰自己，他还在乎我，虽然他极端，但是我是他的唯一。这一点恰恰是你们最享受的部分。所以说，你今天要有一个自己的主观判断，好好的判断你到底自己在没有闺蜜的支撑之下，能不能做出真正的决定。而你不要再做小人之举，哪怕是今天分了手。我最讨厌那种跟人家吵了架马上找父母告状，然后有威胁别人。虽然你总是说我威胁，我是说而已。我告诉你说，恰恰证明你这么想了。所以说差不多就行了，就这样。我就再问一句哈，真走了你会做小人之举吗？还是真的也就把手放开了？我不会做小人之举，
但是我会做最后的努力。你只要不犯浑就行啊！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们在一起3年了，这3年中间，不光我付出了很多，我想你也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金钱、精力还是情感。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再努力吧，好吗？我们在一起3年了，之前你对我的好我都历历在目，可是到后来，就像涂磊老师刚才说的，我是享受，可是我也害怕，我怕以后我不知道再怎么面对，不知道你会不会改，所以我想考虑一下。你能再试一下吗？如果能改掉你之前的缺点，不再威胁我、威胁我家人，依然之前对我好，我就考虑一下。能吗？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的。来，请换箱子。谢谢两位，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这一对吗？看好请选择赞成，不看好请选择反对。来，请选择。现场有21.43%的观众朋友看好，还有78.57%的观众朋友不看好。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来，姑娘，看好吗？不看好。他们要想继续走下去，现在这种状况太不成熟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你现在什么状态？恋爱中还是婚姻中？已经结婚2年了。哎呦，老公是吧？来，麻烦起立一下。老公看好吗？我看好。你看好在哪儿？对，因为他们2个人很明显还是互相相爱的，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谢谢。最后来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吧。5、4、3、2、1，请开门。这结果吃惊吗？有点吃惊。来，跟人说再见。其实我不想跟他说再见，我真的不想放手这段爱情。